要是在我们战家生个闺女，那不得了，往上数几代的祖宗都能笑死。苏南默了默后提醒地道：你们战家往上数的那几代祖宗已经笑死了的。战一晨，我就是打个比喻吧。看到苏南炫耀，战一晨心里还是羡慕的。结了婚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他就盼着有个自己的孩子，不论儿女，只要有个娃，让他尝尝当爸爸的滋味就行啊。只是他还要再等2-3年才能当爸。云初的身体还没有调理好，现在就算他再努力，他也无法怀孕。他还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喜欢孩子的样子，免得他心里有压力。先过2人世界吧，现在这样也很好，很幸福了。2人坐着电梯上楼，他们俩的办公室还在同一楼层。又一起出的电梯，战一晨抱着老婆送的花束走出电梯，笑眯眯的。这苏南笑容比他的还要灿烂。同楼层的其他职员看到2位大佬，一个比一个笑得灿烂，个个都在心里猜测着2位大佬遇到了什么好事儿，笑得那么灿烂。战副总还能理解，因为他抱着一束花走出电梯的，不用问也知道是他老婆送给他的。苏总呢？那苏总是因为什么笑得那么欢快呢？不过2位大佬心情好，他们这层楼的职员也能跟着放松放松心情吧。上司要是心情不好，他们就要夹着尾巴上班。2个大男人比谁的笑容灿烂，他们的老婆大人就不知道了。苏南结束了假期，要回公司上班。沈小军自然也去了书店看店，海童已经在书店里了，也过了忙碌的时间。书店的左邻右舍觉得这2位嫁入了豪门的少奶奶啊，一点都不摆架子，成了有钱人家里的少奶奶了，依旧回到这里守着书店。那跟他们相处还和以前一样，并没有嫌弃过他们。就若是他们遇到困难找到他们，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。郑叔现在最爱炫了，他以前就说过海童是个富贵命，事实证明给大家看了。如今呀，认识郑叔的人都来找他帮忙看相。郑叔也是有点料的人，有人来找他就帮人家看，还能捞点外快，他整天笑嘻嘻的。只要看到海童过来，就要过来聊上半天。他觉得是海童帮他打开了知名度。因为他说了这海童是富贵命，至于沈小军嘛，都不用说，人家本来就是富贵命呀，沈家有的是钱，所以海童才是真的帮他打开了知名度，就让他现在能捞到外快了，家里的条件也好了很多。小军来了，郑叔给海童送点他老家寄来的特产，也跟海童聊了一会儿，见到沈小军来了，他笑着打招呼，然后对2人说到海童：小军，我先回去看店了。哎，等会儿你们婶婶又得骂我了。他现在能挣钱了，不过在家里依旧是郑婶当家，把他的钱袋子管得死死的，也是郑叔乐意被老婆管着。沈小军笑到：郑婶已经很少骂你了吧？我最近都没有听到郑婶骂你的声音。郑叔立即朝沈小军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小声说道：小军，你别说那么大声，你郑婶的耳朵尖得很，让她听见了，她能马上就骂我，让你听听她骂人的声音。沈小军和海童都捂着嘴笑。我回去做事了哈。郑叔乐呵呵地走了。海童看着郑叔远去，对好友说道：我还挺羡慕郑叔的，就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，有着乐观的心态，生活会越过越好的。郑叔夫妻俩感情好，家庭也和睦，虽是经营着小本生意，日子也过得不错。沈小军放下了自己的包，在收银台前坐下，看到台面上放着一袋饼，那饼子还挺大个的，上面很多芝麻。你买了芝麻饼？沈小军伸手拄拿起了一块芝麻饼，咬了一口，吃了后说到：这饼还挺好吃的。海童恩着，他也拿起了一块饼，边吃边说道：我尝尝，不是我买的，是郑叔送过来的，他说是他老家的特产，刚好有老乡过来，给他带了些老家特产，给咱们送了点尝尝，是挺好吃的。
海童尝过了味道后，认可了好友的说法，这种饼跟他们以前买过的芝麻饼不太一样，特别好吃，不愧是特产呀。我以为你去了公司那边。沈小军边啃着饼边说道，小飞在公司里吧？现在基本上是他管着公司的事，还要和君然谈恋爱，他也挺忙的。海童说着说着都在笑。现在的小飞跟我们刚认识他时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以前的她就是一个千金小姐，现在的她是一个女强人了，时刻都充满了干劲。有时候我都羡慕她，我感觉我没有什么拼劲了。沈小军摸了摸小腹，对海童说道，可能是现在怀孕的缘故，让我整个人都变得懒懒的。不过我以前也没有什么拼劲，只想守着这间店挣点零花钱，没有太大的野心。那反正他也不缺钱花，家里有钱有房有车，他和好友合伙开这家书店，也是为了打发时间，顺便挣点零花钱。这嫁给苏南后，苏家的财富比他沈家更雄厚，那他就更不缺钱花了。可能是打小生活条件优越吧，那沈小军是真的没有多大野心。海童和商小飞合伙开蔬菜公司，投资承包了大量的田地种菜，他会入股，纯粹是钱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。再加上两个好友都这么有上进心，他不好太懒。不是怀孕的缘故啊，我也怀孕，有了宝宝，我反而更有拼劲，想为我的孩子打下更大片的江山。以后就让孩子们守住我夫妻俩打下的江山就行。当然了，他们能够扩大江山版图就更好了。沈小军不能跟你和小飞比，你们俩都是很有上进心的人，得亏我的朋友是你们俩，我有你们俩带着影响着，不至于太懒，否则天天无聊得很，反而觉得没有意思了。彤彤啊，我能感受到胎动了。沈小军跟好友分享。海童笑，你能感受到胎动，很正常，我有时候都能感到胎动呢。不过就是感觉不是很真实，就很容易造成错觉。说是这样说，他还是让沈小军给他摸摸，就趁现在店里也没有别人。沈小军坐回到收银台里面，大方的让他摸了一下，但是宝宝在睡觉。海童轻摸好友的肚子，没有得到宝宝的回应，可能在睡觉，早上起来。我说我能感受到胎动，苏南也跟着摸，他感受到后惊奇的不得了，跟宝宝互动了很久，可能把宝宝逗累了，小家伙就在睡觉了。海童笑，缩回了手，反正他很快也能明确的感受到胎动的了。不用羡慕好友啊。外面传来了高跟鞋的脚步声，就很快啊，便看到一位少妇走进来，还是昨天那位少妇，也就是换了脸的宁思琪。那看到宁思琪来了，海童微笑地问他，你好，还需要买资料书吗？宁思琪看了沈小军一眼，视线回到海童的身上，说到昨天在你店里买的那套资料书，我小叔子说很有用，他的同学也想要一套，拜托我过来再买上一套，他带给他的同学。海童起身去拿配套好的资料书，嘴上说到是很好有用的，那管城中学初中部的学生都是用这套资料，管城很多中学都用这些资料。海童补充了一句啊。宁思琪跟着海童走，见海童手上还拿着半块芝麻饼在吃，心里腹诽着堂堂占家大少奶奶还吃这些东西，一看就是便宜货，农村出来的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飞上了枝头也变不成凤凰。宁思琪打心里是瞧不起海童，嫌弃海童的，觉得海童也就是命好了点儿，嫁给了战印，成了第一豪门的大少奶奶。在管城，谁不知道首富战家的长辈们都很开明，就会尊重孩子们的任何决定。所以海童这个灰姑娘嫁入了豪门，也过得潇潇洒洒的，就还欺负她。宁思琪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有错，错的都是海童，是宁云初。本来是他和宁云初的矛盾，海童多管闲事，帮着宁云初出气，惹毛了他才请人出手教训海童的。
失算的是海童身手不错，他请来的人非但没有教训到海童，还让他也受到牵连，进去坐了一段时间的牢。若是父母还在外面呢，他坐牢出来也还能像以前那样。但是在他进去后，父母也跟着进去，这一连串的事情，起因皆是海童多管闲事引发。就他是真的恨海童，跟着海童走，看海童的眼神便带着恨意。瞧着海童威龙的小腹，他真的很想从背后一脚踢过去，那样海童会往前扑倒在地上，保证会流产。宁思琪忍了又忍，才没有冲动行事。海童给宁思琪再拿了一套资料书，转身递给宁思琪，说到昨天你买的就是这一套资料书。宁思琪接过来看了看后，便又在书架上翻看其他书。我再看看其他书，宁思琪说道。海童笑了笑，说道，你慢慢看。然后他转身走回到收银台前坐下，那半块芝麻饼很快也被他吃完了。小军，芝麻饼好吃吗？沈小军嗯着，好吃呀。刚吃我就说很好吃了，咱们一人一半分了。海童说着走进小厨房里，拿了只保鲜袋出来，跟沈小军瓜分证书送给他们的芝麻饼。那沈小军也不客气，接了。躲在书架后面看着的宁思琪看得有点目瞪口呆。那两个女人是八辈子没有吃过饼吗？那黑黑的什么芝麻饼就那么好吃？两人还分了一人一半。宁思琪有点好奇了，也想尝尝能让两位少奶奶都喜欢吃的饼，那到底有多好吃啊？只是她现在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，还没有跟海童混熟，不好意思开口向海童索要饼吃。海童、小军，你们在吗？熟悉的叫喊声从外面传来。躲在书架后面的宁思琪顿时脸色微变，也变得紧张，因为那声音是宁云初的。宁云初撑着一把伞走来，他后面跟着的是战一晨安排保护他的保镖，只要他不和战一晨在一起，两名保镖呢，那便时刻跟着他。两名保镖拉着一辆手推车，手推车上面放着几盆绿色的盆栽花。这是海童今早到店后打电话给宁云初，让云初有空给他送几盆绿色盆栽过来，把店里原先几盆盆栽花换掉。原先养着的几盆绿色盆栽野蛮生长，海童换掉它们，将它们交给宁云初带回花店里分枝分盆栽种。云初等店员送花回来了，便给妯娌挑了几盆绿色盆栽送过来。云初，我们在。海童应着。战家的那两名保镖看到宁云初，也恭敬地叫了一声二少奶奶。宁思琪打翻了书架上的几本书，书本掉落在地上，发出声响。不好意思，我碰掉了几本书。宁思琪歉意地说道，赶紧蹲下身去捡起了几本书，放回了书架上，然后继续翻看着书本，不敢再说话，耳朵却高高竖起，想听听那三个女人说什么。她是换了脸，但她的身形不变，声音变化也不大。龙先生安排了人教她学着变声的，她天天学，毕竟也才学了一小段时间，所以声音变化还不算明显。熟悉她的人听到她说话的声音，还是很容易辨认出她来。海童和沈小军对她都不熟悉，她还能蒙混过关，没有引起海童的怀疑。海童是觉得她的身形有点熟悉，但确实不认识她那张脸。海童已经不将她放在心上，那若是让宁云初听到她说话，那宁云初肯定能辨认出来。海童，你要的绿色盆栽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宁云初收了伞，放在门口的那个篮子里，那是专门给大家放伞用的，就海童和沈小军都迎出去。今天下点雨又冷，你还亲自送过来呀？让他们帮你送就行了，或者跟我说一声，我让人过去了。海童拉着云初的手，你的手这么冷，怎么不戴手套？别着凉了。
宁云初笑了笑，说到一到冬天，我的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，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。晚上要睡很长时间才会暖和一点，这是他体内太寒，正是他亲妈所害。我店里现在不忙，就亲自跑一趟，也来跟你们聊聊天。宁云初亲自跑一趟，主要是想和妯娌见好友聊天的。海童指挥着保镖帮忙搬走原来的几盆盆栽，再将云初送来的新盆栽换上。沈小军则是去给云初倒来了一杯热水，对云初说道：“你喝杯热水，今天降温了。”又让保镖们自己去倒杯热水喝。反正这几个保镖也熟悉这里啊，知道他这几位少奶奶啊平易近人，不摆架子。云初喝了一口热开水，看到收银台上的饼，倒是没有问什么。不过海童还是招呼他吃，云初便也不客气，拿了一个吃。那饼啊，肯定很好吃。云初并没有说好不好吃，他边吃边和2个好友话家常，最后聊到了他过2天要跟着婆婆出席宴会。他对海童说道：“童童，你要不是怀孕了，咱俩还能有个伴啊。在我婆婆面前，我表现得体。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的，我很少能出席宴会。她是宁家的大小姐不假，由于亲爸早死，亲妈还不如后妈呢。她小时候就过得不好，16岁又被亲妈毒瞎了，生活在黑暗中，在宁家大宅里过得连佣人都不如，哪有机会出席宴会？亲妈倒是经常会出席活动，有应酬什么的，但亲妈一般都是带着宁思琪出去见世面。就等到她当了宁家的家，就她的眼睛还没有治好，也不好出席宴会，故而她参加的宴会很少。那说不紧张是假的，她只是不想在婆婆面前露怯啊，也怕自己表现不好，会丢了婆婆的脸，丢了丈夫的脸。那她现在代表的不仅仅是宁家，还有战家。不用怕，万事有二婶在呢，你跟着二婶就行，要是有人针对你，你也不用客气，大力的还击回去。那天她下来，二婶都会帮你撑着。海童安慰着云初，其实能请到二婶参加的宴会，都是那几家有底蕴的，他们都是修养极好的人，那你也不用担心被他们欺负、瞧不起什么的。云初，你现在是宁家的当家人，还是战家的二少奶奶，你有足够的底气傲视管城的贵妇圈，海童都没有胆怯过呢。他出身还不如宁云初，宁云初就算被亲妈害得很惨，但他宁家还是豪门，他这个乡巴佬多少人不看好，多少人瞧不起，海童都没有自卑过。他就是久不怀孕，才有过心理压力，就在交际方面，他从来没有压力。别人看得起他，他就和看得起他的人多聊几天，瞧不起他的人，他都懒得去认识。他又不用吃别人家的大米，管别人怎么看他。主要她的婆家，她的丈夫不嫌弃她就行。沈小军附和着，就是怕什么？他们都是很有涵养的人，很好相处的，不用去管别人心里想什么，也不必在乎我当初在宴会上往地上一躺，丢尽了我姑的脸，一躺成名，我都不怕呢。海童扑哧的笑，那沈小军当初还真的是一躺成名啊。苏南对沈小军有印象，也是因为他在宴会上的一躺成名，当然也是因为这样，让张太太都不好再帮小军牵红线，因为很多太太们都看到了沈小军那天的样子。张太太一心想将侄女带入豪门，因为侄女那一躺本来也是死了心的。没想到侄女比她还有福气，与苏南看对了眼。苏家可比张家好太多，沈小军嫁入苏家，还不用受到婆婆的搓磨，婆家人对沈小军都很好。张太太年轻那会儿嫁入张家，可是被婆婆瞧不起的，吃了很多苦头，熬到了婆婆去世，她才算熬出头的。宁云初也跟着笑，笑过后，她说道：“你们这样说，我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怕什么？以前你那么苦，
受尽伤害都没有怕过呢。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有了依靠，更不用怕了。云初，你记住啊，在你的背后有战家那么多人给你撑着。海童拿出长嫂的魄力给宁云初添加自信心。云初用力的点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呀。彤彤，这事不用跟奕晨说，我就是一时间有点紧张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云初不想让丈夫知道她其实有点紧张的，让他知道了，他更要跟着去了。不让他跟着，他还说他不爱他了，留他在家里，让他哭笑不得吧。私底下的战奕晨有时候，有点幼稚。那是他们成了夫妻后呢，他才会表现出来。以往看他都是成熟稳重又温润如玉的。我不跟他说，奕晨不陪着你去。妈说都是太太们聚会，很少男人跟着去，就让奕晨不用跟着。奕晨还说我跟妈出去玩，不带他，说我不爱他，笑死我。说着，宁云初笑了起来，话里话外都透露着他的幸福呀，让躲在地书架后面装着看书的宁思琪嫉妒的就都要疯了。一向被他踩在脚下的宁瞎子，过得比他好。他被龙先生当成玩物，还是一枚棋子。若是他表现得不好，龙先生还真有可能要了他的命。就现在他给他的一切，他也会收回去。凭什么宁云初就过得比他好？宁思琪因为嫉妒，手上用了力，这一下子就撕下了一页书页。就他看到被他撕下的那页书页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他想就这样夹在书本上，又想扔掉，一抬头看到店里装着监控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拍了下来。那宁思琪决定买下这本被他撕下了一页的书本，但不能现在去付钱，宁云初在呢。宁思琪便又翻看其他书本，就想等到宁云初走了，他再去付钱的。可惜啊，老天爷不向着他，他的手机忽然响了。是龙先生打电话给他。龙先生的来电，宁思琪不敢不接，他只得放下了资料书以及那本书，走出书店外面去，才接听电话。外面还下着雨呢，他又赶紧退回来，站在书店门口，小声的和龙先生通电话。那他这个举动引来了3位少奶奶的注意。宁云初是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不过他听力向来极佳。宁思琪声音再小声，他也听到了，就觉得那声音像极了他那个义父妹妹的。宁思琪和龙先生通电话，也没有说几句话就挂了，无非是龙先生问他去了哪里，什么时候回家呀？那挂了电话后，宁思琪不想再留在书店里，想离开。他扭头看向还坐在收银台前的3位少奶奶，店门口或坐或站的几名保镖，心里嫉妒的要命。小小一家书店却有6位保镖，海童他们每人都有2名保镖跟随。那宁思琪现在出门也有2名保镖跟着，但他的这2名保镖对他是人前恭敬，人后冷漠，管制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都要按照保镖的要求去做，跟海童他们的保镖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想到自己换了脸面，海童都没有认出他来。宁云初虽然是他的亲姐姐，但宁云初瞎了10年，现在就算恢复了光明，听说还没有完全康复的，只能看清楚眼前的事物。稍微远一点了，宁云初就看不清楚了，就和那些高度近视的人一样。想来宁云初对他如今的样子也没有多大印象的。宁云初熟悉的是他的声音，他等会儿说话时就刻意变声就行了。就这样想着，宁思琪往回走，回到书架前，拿起了那套资料书并那本被他不小心撕了一页的书，走向收银台，脸上挂起了微笑。他将那些书放在收银台上，用着自己学了几天的变声本事，刻意改变了说话的口吻，对海童说道：“这些书一共多少钱呀？”宁云初在宁思琪走过来了，距离拉近，便盯着宁思琪看。
身形眼熟，声音也熟悉，总觉得这道声音像宁思琪的，但是看脸又不像。他重见光明后，跟宁思琪交锋过数次，记住了宁思琪的样子。海童说了个数，宁思琪扫码支付。等海童把书本塞进了袋子里递给他，他接过书本，冲着3位少奶奶笑了笑，便走了。龙家的2名保镖本来呢不想过来接他的，他们车子都停得远远的，但是在外面呢，他们当保镖的，对太太若是不好，容易引人怀疑，所以龙家的保镖开着车过来，其中1名保镖撑着伞下车。等宁思琪走出书店时，那名保镖撑伞过来帮他遮挡着雨，恭敬的道：“太太小心些。”宁思琪没有说话，走向自己的车子。很快宁思琪坐车离去。宁思琪走后呢，宁云初还走出书店，站在店门口看着宁思琪离去的车子，问着保镖：“刚才那个女人是坐那辆车走的？我听到有人叫她太太。”保镖答道：“那位太太的保镖过来接她的，是坐那辆车离去。2少奶奶没有听错，她是被称为太太。好年轻的太太，看年纪也就20出头。”宁云初蹙眉，如果那个女人已婚，还有保镖跟随，那就不是宁思琪了。但那身形，那声音真的很像宁思琪。那名少妇的年纪和宁思琪也差不多的样子吧？怎么了？海童和沈小军都走出来，站在云初的身旁，看着外面。海童关心地问了云初一句：“我觉得刚刚走的那个女的很熟悉，但看她的脸，我又肯定自己没有见过她。哎，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？”海童错愕地问道。因为他也有那种感觉，唯有沈小军跟宁思琪几乎没有接触，对宁思琪只知其名不知其人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回店里说站在这里冷，这雨下得不大，但是下雨感觉特别冷。海童挽上了云初的手臂，又拉着小军，3人回到收银台前坐下。我去给你们俩倒杯水过来。吃了芝麻饼觉得口干干的，郑叔送来的家乡特产是真的不错，我是越吃越上瘾。这沈小军边去倒水边说道。海童笑笑，他扶宁云初坐下。云初说道：“彤彤，我能看得见的，以前他看不见，在熟悉的环境里，就他都能行动自如，知道他需要在熟悉的环境里才能行动自如，像个正常人那样。那时候战一晨老是打电话到春暖花开，订了花，指名道姓要他送到战氏集团去。他以为是他在刁难他，后来他说一直把他当成妻子来看待的，想让他熟悉来找他的路线，熟悉他的世界，才会一直打电话叫他送花过来，就是知道他在熟悉的环境里能像个正常人那样。你还没有安全恢复，我是你的嫂子，又是朋友，你在我这里，我要是照顾不好你，一晨会找我算账，算账就算了，最怕他拦着你，不让你再来找我玩。宁云初故意说到他敢那样做，我揪他耳朵。海童笑道：“你揪过他耳朵吗？”宁云初：“没有。”海童呵呵的笑。云初在一晨面前温婉大方的很，他冷狠的一面很少会展现给战一晨看的，哪怕战一晨知道他不像表面这般温柔，就他知道是一回事，他展现不展现又是一回事。说什么呢？笑得那么灿烂，我才走开给你们俩倒杯水，就说了好笑的事了，快告诉我，让我也乐一乐。沈小军给2个人各倒了一杯温开水过来，边放下2杯水，问着2人：“小军，你揪过苏南的耳朵吗？”海童笑问他一句：“啊，他没惹我，我揪他耳朵干嘛？”“你揪过战少的耳朵？”那沈小军反问了一句。海童笑道：“我们就是在说揪老公耳朵的事。”沈小军：“我还以为你们俩在聊什么，聊得那么欢呢，原来是聊这个呀。咱们可都是讲道理的人，不会做出那等揪耳朵的事。笑声不用笑得那么大声，你们俩也没有做过那样的事。
宁云初笑道：就是，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。彤彤，你说你看到刚才那个女人也觉得熟悉吗？海童嗯着，她不是第一次过来的，昨天还来了一次，也是来买资料。当时我就觉得她的身形熟悉，她带给我一种熟悉感，但看她的脸，又不是我认识的人。为此我还特意问了我家战印，他说他从来不关注年轻的女性，不知道咱们圈子里有没有这号人物。我也想不起来，他给我的熟悉感来自于谁？云初，你觉得他像谁？海童问着宁云初。宁云初想都不想就答道：我觉得他像我那个好妹妹宁思琪，身形像，声音也很像，就是脸不像。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想来不是他吧？他昨天还跑到山庄去跟我婆婆告我的状，说我心太狠，想让她饿死，向我婆婆要钱，还在那里闹了半天。后来我和一晨回去后，我妈就拿了一袋钱让我给了宁思琪，都是1毛5毛的散钱，只在上面放了3两张的100元，让宁思琪以为那一袋都是100元面额的钱。宁云初说了怀疑的对象后，海童立即说道：对，就是像宁思琪。你一说，我才想到是他。昨天他来我店里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身形，就觉得他眼熟得很。云初，你说那个女人会是你好妹妹吗？会不会是她乔装打扮的？宁云初想了想后说道：宁思琪现在没有钱，她请不起保镖，那保镖称呼她太太。宁思琪连男朋友都没有的，不可能嫁人了。再说了，就她为什么要乔装打扮？以宁思琪的性格，她想来找咱们，就直接就来了，不会乔装打扮的。宁思琪太嚣张了，也正是她的嚣张才会犯下大错，得罪了战少等人，然后才有母亲跟着犯错，就都进去了，她才能趁机拿回了属于她的一切。说来云初有今天的翻身，还多亏宁思琪的嚣张。海童见宁思琪的次数是不多，也知道对方的性格，他说道：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宁思琪现在没有钱，也没有男友，主要是她的性格过于嚣张，爱张扬，不会乔装打扮，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。下次再有机会遇到她，旁敲侧击打听一下她夫家是谁，看看她是不是真有婆家。沈小军插话进来，他说道：彤彤，战印不是让人盯着宁思琪的吗？问问战印就知道宁思琪的行踪了。上次凤家主过来，想过利用宁思琪，后来凤家主留下来的人被拔了，凤家主知道打草惊蛇后，不得已放弃了和宁思琪合作。后来海玲去了江城，凤家主的重心便放在海玲身上。凤家主知道管城这边推出去，与他的凤情争夺家主的人是海玲，管城这边的势力太大，他又是江城过来的，很难施展开来。吃过亏后，凤家主心里明白得很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更何况凤家现在不是强龙了呀，就他只能退回江城那边，那边至少是他的大本营，他们凤家的势力都在江城的。对啊，我晚上问问战印，上次跟战印提起了这件事，由于没有怀疑的对象，战印又向来对其他女性不关心，那海童就不再想这件事了。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那个身形像宁思琪的人，那有了怀疑的目标对象就好办多了。不过呢，我想可能不会是宁思琪。沈小军说到身形相同，声音有点相同的人又不是没有。彤彤还记得段小姐找了个战少的替身的是吧？段小姐找的那个战少的替身，也就是侧颜跟战少有一点相似，身形相似，但那不可能是战少。有时候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能长得很像的。那些明星找的替身，有些就如同孪生的一样，让人要分不清哪个是明星，哪个是明星的替身了呀。宁云初也觉得那不可能是自己的妹妹，就哪怕他觉得对方很熟悉，但宁思琪没有结婚，如果真是宁思琪啊，看到他们早就骂人了。
就算勉强忍住不骂人，看他们的眼神也会像淬了毒一样的。彤彤，不用为了个不太相干的人费心思。倪云初说道。海童笑笑，我也不会费什么心思。晚上等战印回来了，跟他话家常时提一嘴便是。如果真是宁思琪，那他攀上了大靠山，不知道憋着什么大招等着云初呢。总之，云初你要小心点。海童提醒着宁云初，就他自己也要小心点啊。还好，虽然他的日子过得很安逸，他也不敢粗心大意，时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与江城凤家有关啊。凤家主当年能够狠心对带大他的大姐下毒手，自是不会甘心让家主之位。那再回到他大姐的后代手里的，就算他出入都有保镖跟随，他自己也会拳脚功夫防身。但他肚里揣着小战印，被冲撞一下容易出事。我会的，宁思琪出来后我都防着他的。宁云初看看外面，说到雨停了。我先回花店里吧，不留下来一起用饭。宁云初笑了笑，说道还是不了。你们俩都大着肚子，总不能让你们俩给我做饭吃。我做的话，厨艺实在不敢恭维，怕你们俩吃不下去。我还是回店里叫外卖吧。他瞎之前还是会烧菜做饭的，因为亲妈对他的不待见，妹妹对他的欺负整治，他很早就会烧菜做饭，做很多家务事。但是瞎了10年，他的那点厨艺早就变得生疏。如今就算他想下厨，战义臣也不会同意的。那战义臣是战家9位少爷当中厨艺最好的，就闲时都是战义臣下厨做饭，他只负责吃。沈小军笑道，我们俩又不挑食呢，反而是我怕你吃不惯我们俩做的饭菜呢。你家义臣厨艺好得很，云初，你是个有口福的。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显瘦，现在被2少爷养得圆润了不少，气色也很好。宁云初摸摸脸，我也觉得我最近长了点肉。义臣还老是说我瘦，他脸上呢却染上了几分的红云。不跟你们聊了，等会学生放学。你们也该忙了，我先回去。学校很快也要放寒假，放寒假学生们需要自行到书店里买寒假作业，然后各科老师也会再布置一点作业，让学生们就算放假了，在家里也不得闲，天天都要写作业，能在过年前写完作业就很不错了。很多人新年里都还在写作业，然后在开学前的2天，赶作业的学生人数达到顶峰。海童和沈小军一起送着宁云初出了店，宁云初的保镖很快迎过来，